本期影片由南南商社赞助播出，来自雪国的珍藏含皂里柚香辣酱，温和的微辣感去油解腻，也能去除血腥味，带出肉品的香甜。使用日本高知县特产的柚子与日本妙高小农自种辣椒，辣椒经过冬天大雪曝晒，将苦涩去除，酿造3年才装瓶，是集结了多道严格工法及无数人努力的美味酱料。现在官网有做活动，详情请见影片说明栏。大家好，现在是凌晨3点，准备起床要开始作业了。船上的空间有限，所以我睡觉的时候脚只能弯曲着。黎明的时候容易钓到鱼，所以都是摸黑作业。天亮以前要把延绳钓的钓组放进海里。今天我们的目标是金眼鲷。作业的过程中没人讲话，没有激烈的呼喊声，工作人员都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因为船长把整套渔具都设计得很好，增加了很多安全性与效率。船长用扬声器一声令下就放渔具，这些渔具在出发以前就要整理好，相对应的浮球、尘子都有其作用。最后还要下一个锚，固定整组渔具，避免渔具飘走或挂底。绳子都整齐地放在篮子里，这样比较安全，避免有人踩到绳子被勾住掉下船去，那就给海龙王做女婿了。最后放下电子浮标，用雷达追踪，之后再过来捞。在摇晃的渔船上，要站稳脚步，精细的作业真是难。我的呕吐感要来了，先躲回去我的衣柜里。现在是早上7点，要开始把刚刚放的渔具收回来。我问船长为何不在海里放久一点再捞起，原因有3个：鱼被勾住之后可能会死在水里，在海水里泡太久鱼会不新鲜，然后流水乱的时候鱼会脱钩，一直挂在海里也容易被别的鱼吃掉。延绳钓的钓组主线非常长，至少是一个台北101的高度。船长自行改良过的扬绳机，在收线的时候能同时把线整理进篮子里。菲律宾的朋友很幽默，看到我在拍摄，拨动了他那不存在的头发。船长说，以前海里的鱼很多，随便捞都一大堆。讨海人都认为海里的东西是他们搏性命换来的，所以都捞得理直气壮。反正我不捞，别人也会捞走。而这几年才慢慢有了公共财的观念，海里的东西应该属于大家的，要尽量一起维护好生态。这只锚有50公斤重。我每次看到船员背着锚时都有点紧张，如果被锚勾住带下海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有人站定位，准备开桨，要把宝藏拉上来了。金眼鲷是这次出海最主要的目标鱼，生长在400到700公尺的深海里。台北101的高度也才500公尺左右，能捕到这种鱼真是不容易。一边收起主线，一边收鱼线，2条线都非常重，需要用机器辅助卷上来。鱼线勾到主线时就要赶快剪掉，先把整个渔具收回来，在下午的时候再慢慢整理。站在最前头的船员，他就像是团队里的孙悟空，反应很快，动作利落。除了控制卷线的节奏，还要分开缠住的鱼钩，
有时候鱼脱钩了就要立刻捞回来。那最高的那位船员话很少，但粗重都是他在做，就像《西游记》里的沙悟净一样。而负责拆鱼钩的这一位，我觉得他的动作慢，也没有那么积极，但是我看其他人都没有任何的抱怨，因为他负责煮饭。我想会煮饭的人到哪里都有一点特权，对吧？鱼一拉起来，就立刻放进海水冰里冻死。金眼鲷的活动力不强，刚起来的时候也是稍微动一下，跟洄游性的鱼种差别很大。可能是刚从深海被拉上来，巨大的压力差距让鱼一上来就不太动。线一边卷，船长还要一边架船。因为海底有流水，必须让鱼线始终保持在船的右侧，并且微微绷直。鱼脱钩了，要赶快捞起来。有时候会钓到黑色的带鱼，这个应该叫做紫金鱼，有的人叫白带鹫。这种鱼蛮好吃的，口感像圆雪。他很喜欢吃金眼鲷，锋利的牙齿一口就能撕掉半尾。船长说常常肚子剖开，胃里面都是金眼鲷。边作业还要边盯紧海面，常常有脱钩的鱼在海里飘着。先记得大概方位，钓组上来的间隔时间就开船过去捞回来。在收每个钓组的中间要持续补冰，确保鱼都泡在碎冰里，把鱼快速冰镇。终于把这个盒子装满了，我很担心自己带赛，害大家钓不到鱼。一组渔具有时候可以拉起将近100尾，有时候只有10尾，所以捕鱼实在是一件充满技术、经验、需要体力跟运气的工作。现在是傍晚6点。开始把今天捕到的鱼转仓，把僵直状态的金眼鲷拿出来，一层冰，一层鱼，整齐地排列在箱子里。在撒碎冰之前，铺一层塑胶袋。这样能保持鱼体鲜红，眼睛也能保持金黄色，确保销售的时候状态完全不出很牢啊。转汤的时候会保持船的左侧迎风，因为船左侧的墙面比较高，能挡住温热的海风，避免在过程中鱼体被风吹到回温，降低鲜度。能捕到好的鱼，也许可以靠运气。能好好的保存鱼，彰显其价值才是真正的关键。不然鱼捕的再多，也只是糟蹋。船员在作业的同时，船长把受伤的或被咬过的鱼直接切开，简单炙烧一下就分给船员吃。加上用剥皮辣椒、洋葱、酱油做的独门酱料，看得出来他们真的很喜欢吃，一口接一口。不过我有一点不适应，
一方面是晕船，一方面是鱼实在太新鲜，血腥味非常重，只有真正的大海男儿才能甘之如饴。受伤的鱼当天就要切开，吃不完就冷藏起来收成。船长的刀法很利落，直接在船边就切起来，一连切了3条鱼都没有掉进海里。炙烧之后切块，可以做米粉汤。我有点想吐，要蹲一下。没有熟成比较硬哎。血味也很重。它就没有放血啊。这次唯一的风传金目，直接清蒸吃掉了。肉质细白滑嫩，很不错。还好我有带柚子辣椒酱，能盖住血腥味，搭配起来挺好吃的。接下来又连续捕了3天的金眼鲷，我看船长的表情，所幸这次没有亏本。出海一趟，心里有很多的想法，我想这些感触最终会成为之后创作的养分。有机会再跟各位聊。拜拜。